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篇国内理论研究 LK99 的论文。这是一篇合著的论文，3个作者是2个单位分别是四川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的傅波涛和秦鹤，以及内蒙古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的李小平。我查了一下他们的学术背景起码一作呢和通讯作者都曾经在北京理工大学读博，而且是凝聚态专业，是师兄弟的关系。那第一作者呢，波涛傅博士呢，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本科是武汉大学，硕博呢是北京理工大学曾经到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呢交流访问。他科研方向呢，一是研究材料中的各种新奇拓扑量子态，包括拓扑绝缘体和拓扑半金属。第二呢是研究铁磁和铁电材料等多功能二维材料。第二作者秦鹤也是四川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研究方向呢是计算材料科学。通讯作者呢小平李就是李小平，也是北京理工大学硕博也参加了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学位。特别是这个李小平在拓扑材料领域呢有比较高的产出量和影响力，所以这篇论文的研究方向和背景呢是高度匹配的。我们看一下论文的标题是呢这个铅石磷酸盐6氧化铅的平态和多维费米粒子。那这篇论文通过第一性的原理计算和低能有效模型，全面研究了这个铅石磷酸盐6氧化铅的电子结构、拓扑性质和磁性。研究发现铅石磷酸盐6氧化铅存在平坦能带各异拓扑半金属态和铁磁性。这可能呢为探索超导性与量子态的相互作用呢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论文里边提到这个半金属很多朋友可能觉得新鲜。半金属呢是一类材料它是一个自源通道呢是金属，另外一个自源通道呢为半导体或者绝缘体从而实现自旋极化。那铅石磷酸盐6氧化铅它的一个自旋通道呢存在费米面，另外一个通道呢是绝缘体。同时呢费米面上呢存在二磁狄拉克点和沙漏节点线，因此属于半金属这个性质呢是很罕见的，可能导致强相关效应和独特的拓扑疏运特性。这篇论文的引言部分包括以下内容。他说呢，最近呢这个铅石磷酸盐6氧化铅被报道是一个常温常压的超导体 LK99。尽管后续实验表明呢它的超导性存在争议，但该系统及其衍生物仍然非常有趣。那 LK99 呢属于铅磷灰石结构材料A10 TO4 6 2 X 家族，通过元素替代和浓度调节呢可以调控这个材料的性质。最近在一些超导材料中发现了各种拓扑量子态，如威尔和狄拉克半金属节点线半金属等。那拓扑态与超导性的相互作用被认为是实现新型准粒子的有希望平台。那之前的讨论研究在讨论了铅石磷酸盐6氧中的氧原子占据了4亿Wyckoff位置的可能性，发现呢铅石磷酸盐6氧呢它属于金属，但较少关注它的电子结构和磁性。那这个文章呢就通过第一性原理计算和低能模型呢全面研究了铅石磷酸盐6氧化铅的能带结构、拓扑性质和磁性，发现了该系统呢存在平坦的能带、各异拓扑半金属态以及弱铁磁这个秩序，为研究超导性呢提供了有价值的提示。那论文的结尾呢说呢，总之我们的理论研究发现呢 LK99它的衍生物存在平坦能带和新颖的拓扑半金属态。我们阐明了这个 LK99它中的费米能级附近准一维平坦能带主要来源于氧原子链。
此外呢，氧原子的独特排列方式啊，与非合成对称性相结合，在 A 点产生4重简并2次狄拉克点，并伴随高度有趣的 L 点附近的沙漏节点线非离子，为全面捕捉铅石磷酸盐6氧它中的这个 embedding 的多维非离子的拓扑特征啊，我们建立了局域低能有效 KP 模型和全局四态紧密的束缚模型。我们的研究呢，不仅发现一个有前景的材料，还为探索这个铅石磷酸盐6氧化铅中的非平凡电子态磁性和超导性的相互作用呢，开辟了新途径。那从这篇论文的内容和语气来看啊，作者对于铜掺杂磷酸铅刚才说的这个 LK99 啊，是否属于这个超导材料呢？他还是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啊。具体来说呀，你看他在引言部分呢，作者都没有提及或者讨论 LK99 的这个超导性能。论文呢全部关注于 LK99 的一个衍生物铅石磷酸盐6氧化铅的电子结构和拓扑性质。那在结论部分呢，也没有提到 LK99 的超导性，而是强调呢，铅石磷酸盐6氧化铅可能存在强相关效应和独特的拓扑输印性质。所以整体上啊，论文采取的是比较审慎的这个学术态度，没有对 LK99 的超导性呢，做出直接的评价或者结论。但是从它交代背景啊和选择的研究方向来看呢，作者呀显然对室温超导是持怀疑态度。那作者呢，集中探讨了 LK99 这个系统的衍生物的其他特性，而没有探究或者证实它的超导性能。这也就是 LK99 啊带来的新材料的研究方向啊。今天早上我们说欧洲超导应用会议啊，尽管对 LK99 的看法是持忌的态度，但是他们仍然不得不承认 LK99 带来了新材料的研究方向。那这出戏到现在啊，很多朋友都觉得到了结尾的时候啊，但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呀，远未结束。LK99 的论文在 APL 上能否发表呢？我们很乐于看到主流超导研究学术派别之外的这个逆袭啊，这是我们喜闻乐见的。尽管这样的机会并不多，但是我觉得呀，这次可能真有机会。如果是一眼真一眼假，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在烧炉子做实验呢？啊，我们套用今天欧洲超导应用会议主持人的发言，非凡的证据到底在哪里？好的，关于四川师范大学和内蒙古大学的这个理论研究的论文啊，就和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大家收看。你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咱们下次再见，拜拜。